前辈，这些突兀人数次被晚辈甩开于千里之外，但每次还能追上来，难道世间真有什么强化神识功法比大眼诀还要厉害，竟然可以探测千里之外吗？韩立脸上苍白无血，此刻他正处于解封之中，化为一道青红，正在空中风驰电掣，一连3次解封，并同时使用血影盾数次，让韩立身体岌岌可危。若不是用数种高阶秘术强行压制功法反噬，并不惜连续服了10余滴万年钟灵乳来弥补精血的亏空，韩立恐怕早就坚持不下去了。就是这样，等其收工解除封印之后，没有2-3年的功夫是无法恢复巅峰。当然，这还是他丹药众多的情况，换成其他修士，就此被打落一层境界都大有可能。在这种糟糕的情形下，他还被元婴后期修仙者追杀，其中的危机可想而知。而在无法弄清楚对方准确跟踪的原因之前，血影盾不能再轻易动用了，否则人未甩掉，自己就先毁了大半。哼，老夫虽然对大眼诀强化神识上信心十足，但也绝不敢夸口整个修仙界第一了。比老夫资质好的修士，从古至今就算不多，但也不会太少。有此法诀更厉害的功法，又有何奇的？不过这次你北欧紧追不放了，不是真有人在千里之外就用神识锁定你了，而是你被非人的东西盯上了。非人的东西？你说的是那只妖兽？不错，你不觉得后面那只妖兽模样很熟悉吗？简直和土物凡人口中描述的天蓝圣兽一般无二，多半就是圣殿那些老家伙实在抹不开被你击杀如此多上界仙师的颜面，特意从上界召唤下来的东西。像这种并非人界的存在，能有神通锁定你，并非稀奇之事。天蓝圣兽，我当然注意到此兽，只是这东西身上的法力波动并不强，只有7级左右的水准，可和木兰人的圣琴差得太远，他能有这种神通？你们和木兰人那场大战我也听你说过了，木兰人召唤的圣琴显然是一种类似投影类的召唤，是将上界灵琴的部分力量借助宝物之力凭空在此界化形而出罢了，本身就是个幻影而已。而现在跟在后面的那只妖兽，我感应了一下，的确是实体不假。若是如此的话，很有可能是天蓝兽使用了和古魔谋划界体类似的神通，借助其他妖兽或者媒介让自己分神降临此界了。不要小看这种手段啊，说起来这种召唤才是真正的分神降临，神通境界都非同小可。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不久就会成为这一界最可怕的存在。据我所知，类似这般降临的存在，这一界早就有了数起了。只不过这些存在似乎都在惧怕着什么，平时还低调得很，修仙界的普通修士很难找到他们的。我们人界还有这种鬼东西？不过晚辈可没有时间细细讨论此事，不管那妖兽还是圣兽，前辈可有办法帮助我摆脱此追踪？否则解封时间一到，那可就真的麻烦了。上界的异兽灵禽数不胜数，谁知道这种东西是用何种神通找到你的？你的收敛气息之术在我看来已经很完善了，看来除非灭杀了此兽，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不过我倒可以临时教授你一种简单的假死之法，让你身体彻底消除生气，但能否管用我没有多大的把握的，毕竟那妖兽也许并非靠气息追踪你的。大眼神君给了韩立一个冰冷的回答。韩立沉默了下来，目中寒光闪动半晌，突然狠狠开口说道：好，那就杀了此兽。你想杀天蓝圣兽恐怕没有机会吧，这东西可同时有2位土物人大仙师陪着呢。最后那位蒙面女子有元婴中期修为，应该是天蓝圣女了，神通也小不到哪里去的。不花费些代价自然没有机会，但我若拼着第2元婴不要，也并非没有机会。主人，你打算如何做？小婢也出来帮忙一下吧。你的伤势如何？如果仅以气灵之体引敌，能坚持下来吗？我是主人本命法宝的气灵，就是受伤再重，只要主人飞剑不毁，我也是不灭之身的。主人无需替我多虑。
顶多此次之后，在主人的法宝中多沉湎一些年月便是了。好吧，现在情形真的不太妙，也就再辛苦你一次了。韩立只考虑了片刻，只能叹了口气。随后韩立先从大眼神君那里问来了假死之法，心中略一参悟，真的没有任何问题，这才伸手一摸自己的天灵盖，黑光闪动，第二元婴浮现在头顶之上，一张口吐出了那面鬼罗幡来。他收手持此幡摇晃不已，往空中一跳，眨眼间乌云汇聚，风起云涌，100余丈黑云铺天盖地，魔气万千。这东西你拿着，要是那位天蓝圣女带着圣兽去追你，你就用此剑灭杀了她。韩立一扬手，一把血色小剑飞射入了魔云中，不见了踪影，正是那把血魔剑。接着魔云发出了一声刺耳的尖鸣，滚滚地向着一侧飞遁而去，声势惊人之极。韩立看着远去的魔云，脸色阴沉之极，手掌一翻，一个小瓶出现在手中，往口中一倒，一滴灵气盎然的乳液滴入了口中，随后周身灵光大盛，青红比先前遁光还要快1分的速度破空远去。这怎么回事？我没有看错吧？此人元婴竟然单独出窍遁走了。后面追赶的人用神识同样感应到了这一幕，不禁惊疑起来。紫发美妇更是峨眉一挑，直接诧异了起来。不对，要是普通元婴出窍，其躯体应当是无法行动才对。可现在那人仍然是方向不变逃遁，难道这人修炼了类似3尸元神术的神通？若是使用化身之法而逃的话，根本无法瞒过我等感应的。只要定住元婴所在，无法混淆我等的耳目。但现在是一个完整元婴飞走，也并非贵道有修炼的6魂分元诀这样的元婴分裂之术，这倒有些怪异了。难道真是传说中的第二元婴？圣兽能否感应到其中的蹊跷？不行，圣兽只是一缕分神降世，想要彻底开启灵智，还需要上百年修炼才可。现在的修为更是只有7级妖兽的水准，无法施展过多神通的。这倒有些麻烦了。这样吧，既然无法分辨元婴真假，也不可能让元婴就此溜走，不如我独自前去封此元婴。孙仙师继续陪同圣兽和孙道友去追原来那人。以我的神通，光是对付一个区元婴，不会花费太多的时间。也只有此法较稳妥点了。有我陪着圣女，绝不会有事的。徐兄快去快回，但那元婴说不定是对方的主元婴，先别下死手，找出噬金虫的培育之法再说。这个自然，我心中有数的。银袍女子想了想，也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同样点头同意。当即徐姓青年与这2人分手，化为一道10余丈长虹，追向了韩立的第二元婴，转眼间就不见了踪影。而天蓝圣女和美妇则方向不变，仍是追着韩立不放。这一前一后，韩立2拨人之间转眼又追出去了上百里，并渐渐拉近了和韩立的距离。只有50-60里远了，也差不多了。一月，你也动身吧。韩立心中略一估算，袍袖一抖，一头银色小狼从袖中飞射而出，身形一滚，竟然化为了另一个韩立。韩立脸上露出一丝苦笑，但时间紧迫，也没有多说什么。一扬手，一只灵兽带和一枚拇指大的青珠扔给了对方。你是气灵之体，没有肉躯，别的法宝也不好驱使，你就带着这袋噬金虫和这个雷珠。同样，若是那妖兽追你，你不用考虑其他人，只要将此兽灭杀或暂时重创它就可。主人放心，若是天蓝圣兽追我，我一定不会让他轻易逃脱的。韩立望了一下远去的身影，感觉变换成自己模样的银月气息也变得和自己一般无二，不禁叹了口气。看来此女的幻术似乎又大进了一步。前辈觉得银月的幻术造诣能瞒过后面的2人吗？反正在下不是近在咫尺确认的话，
十有八九无法看穿。你的这位器灵来历不同一般呢，岂止是你？他的幻术变换，连老夫都有些看不透的感觉，颇有些遇强则强，遇弱则弱的样子。凭后面2个小辈，没有那圣兽作怪的话，短时间内肯定没办法分辨其中真伪的。大眼神君给了韩立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韩立一阵无语，这句话可没有让他安心分毫。方向一变，他朝银月的相反方向急遁而走。韩立自然不知道，他让银月带走部分噬金虫，巧合之极的用对了手段。见到前方之人突然一分为二，分头遁走，数十里外的紫发美妇和银袍女子不禁面面相觑，互望了一眼，停下了遁光。这是什么？化身之术吗？连气息和灵气强弱都一般无二，这小子的手段还真的不少。可这有些太远，无法用神识辨认其中的真伪，我让圣灵兽查看一下吧。天蓝圣女也是大感头痛，随后此女用古语和身下的天蓝兽低低地说了2句，顿时身下的天蓝兽青色灵光闪烁不定，一对牛角渐渐变得透明剔透起来，仿佛水晶一般夺目。但是片刻后，一声嘶鸣传来，神识中得到了答案的银袍女子神色微变起来。真有麻烦了，对方可能知道啊，我们按噬金虫的气息追踪的，竟然2个人身上都有噬金虫存在，这人肯定将灵虫分成了2部分，圣兽也无法区分不同了。就是说这2人一个也不能漏掉了。没关系，我们一人追一个，现在离他如此之近了，这种分化我们的小手段下面再用也没什么用了。既然对方存心打着分化我们力量的主意，我们不好好领教一下，也太对不起对方的苦心了。这么说也对，不过听说这人修为只有元婴中期，但神通却并不比我们元婴后期弱哪里去。但对方有伤在身，你就是碰到真身，料想也无碍的。我追另一名，只要对方不再用那鬼遁术，料想片刻之间就会和你会合的。孙仙师尽管放心，那种血色遁术虽然诡异，但显然使用代价不小，否则对方只要接连使出此遁术，早就把我们甩得无影无踪了，哪还会和我们拖延至今呢？估计对方也到了山穷水尽了，况且我还有圣鼎护身，绝对没有问题的。这般说倒也不错，那我先走一步了。美妇报以一声轻笑，人就化为了一道紫光，追向了银月所化的韩立。而天蓝圣女看了另一名韩立，目中寒光一闪，同样驱动圣兽追了过去。